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时。为什么你总是觉得钱不够用，时间不够用，真正想做的事情却总是被拖延？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所不满，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你拥有的东西太多了。这次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的书名字叫做《极简生活：放下物质，拥抱丰富的人生》。我们马上开始吧。今天的内容大体如下：首先，我们将讨论如何通过减少物品来获得自由和幸福。其次，我们将解释为何消费并不能带来幸福。最后，我们将讨论如何养成维持极简主义的习惯。让我们先来看看如何通过减少物品来获得自由和幸福。作者成为极简主义者的决心源于他清理家中堆满杂物的车库时，与邻居琼斯先生偶然交谈所得到的启示。在一次关于物品和时间的讨论中，作者听到了朋友的一句话，这让他猛然醒悟：我女儿已经成为极简主义者了。她总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东西。于是，作者停下手头的工作，四处环顾了一下。他看到走廊上堆满了灰尘的物品，就像是一座座山一样。而在后院，儿子一直忍着想要和父亲一起玩耍的心情，却只能独自玩耍。作者第一次意识到，这些堆积如山的废物，正是导致他不满的根源。我们在理智上知道，拥有越多并不等于越幸福，反而让幸福感离自己更远。这一点作者深有体会。我觉得很多人都意识到自己拥有太多物品了，这些物品大部分应该都是你喜欢的，但你心里肯定也在想要做一些改变。因为客厅塞满了物品，衣柜、抽屉、冰箱都塞得满满当当，储物空间总是不够用，甚至地板上也堆满了东西。无论你有多少储物空间，总觉得不够用。就像作者在整理车库时意识到的那样，你也应该意识到你周围的很多物品正在剥夺你生活中的自由和幸福感。拥有太多物品正给你的生活带来一种不满。你可能想要更多的钱和时间，想要解决内心的不安，想要过得更好。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学习作者如何通过极简主义改变生活，只保留最必要的物品来过更简单的生活。如果你想迅速改变现在的生活，我想先给出结论。第一点，拥有更少物品的极简主义生活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每次获得新物品都意味着消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赚钱购买物品，并对其进行调查、实际购买、清洁、整理、修理，然后在不再需要时出售物品，减少物品数量，这样就可以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重要的事情上。您认为这样会更好吗？极简主义可以实现这一点。第二点，您的财务状况也会得到改善。彻底实践极简主义不仅可以节省购买物品的费用，还可以节省维护管理所需的开支。如果您在发薪日前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为什么不从减少物品开始呢？第三点，开始极简主义的生活可以造福他人。金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购买物品，还可以用于慈善捐赠等其他用途。第四点，您会获得更多的自由。当物品过多时，不仅会影响您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增加物品管理的负担。但如果处理掉不需要的物品，您将获得解放和更多的自由。第五点，成为极简主义者可以减少压力。杂乱无章的房间和整洁有序的房间，哪一个会让您感到更舒适和安心？我相信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样的。第六点，拥有过多物品和杂乱无章会增加压力。成为极简主义者意味着保留高质量的物品，改变不必要的购物和浪费习惯，只在真正需要时选择高品质的物品。从拥有大量物品到保持少量高品质物品，是我们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第七点是，成为极简主义者可以减少与他人比较的倾向。尽管我们知道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但不自觉地与他人比较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想要验证自己过着幸福生活，并展示给他人，以获取一种优越感。然而，这种比较是没有止境的，这种竞争游戏会持续一生，
有意识地减少物品拥有量，可以让我们摆脱这种永无止境的竞争。第8点是，成为极简主义者可以更加满足。许多人错误地认为自己因无法得到想要的东西而感到不满，以为一旦得到就会满足。然而，实际情况是，一旦得到所追求的东西，欲望并不会停止。过一段时间后，我们会再次感到不满，并追求下一个物品。只有停止不断追求物质，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生的满足状态。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内容。你会发现，时间增加了，钱也增加了，压力减少了，烦恼减少了，自由度增加了。这是多么美好的感觉！增加的时间可以用来与家人、亲戚和朋友慢慢相处，或者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看电影、听音乐、运动等等。当我们从生活中排除不必要的东西，就能更集中精力关注真正重要的事物。这样做会显著增加生活的满足感。出售、捐赠或处理不需要的物品是清理生活中妨碍理想生活的障碍物所必须的步骤。减少物品并非为了拥有更少，而是为了过上更加宁静的生活。当然，对于真正需要的物品，我们应该珍惜使用，而不是随意处理。您的生活需要什么物品，取决于您自己的需求和喜好。如果您准备开始极简主义生活，那么您肯定会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喜悦。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解释消费并不会让人幸福的观点。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不断地增加物品？物欲自古以来一直都是人类的弱点。在过去的约100年里，消费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文明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告业借助心理学专家的帮助，有意识地将消费与幸福联系在一起。如今，人们拥有智能手机、iPad， 并在休闲日享受购物、娱乐、外出用餐和旅行等活动。穿着名牌服装，追逐流行时尚已成为一种潮流。拥有宽敞的住所、奢侈的手表和汽车成为地位的象征。最近，许多人似乎通过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这些内容来确认自己的幸福感，并获得周围人的认可。当然，这本身并不是坏事。问题在于，现在幸福和消费几乎被视作同义词，这就好像生活的敌人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消费则被视为唯一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广告业界激发了我们的物欲，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技巧。现在购买物品变得非常简单，只需搜索商品，点击购买按钮即可完成购买。这也是促进不必要消费的原因之一。随着科技的发展，企业可以轻松地收集到我们的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居住地区，甚至包括我们购买过的书籍、电影名称等各种数据。这些数据使得企业可以进行针对性营销，根据我们的喜好推广商品。他们知道我们在哪里花钱，如何花钱，因此通过收集这些数据，他们可以轻易获取我们的手机和浏览器的浏览历史。这些信息对他们来说是透明可见的。他们利用收集的信息，针对我们的不安和自卑感展开广告宣传，一次又一次地将广告显示在我们面前。我们每天都在不断地被诱导着购物，最终在某个时刻点击了购买按钮。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几乎被购物所占据。事实上，即使到了人生的末期，能满足自己物欲的人也不会后悔自己购买过多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无论消费多少，都无法获得满足和幸福的承诺是不会实现的。他们也明白，比起拥有大量物品，人生中更重要的事情是实现自己的梦想，与重要的人分享时间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我们被欲望所驱使，不断地获取和维护物品，就会失去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的视野。过度消费可能会留下后悔的阴影。当然，仅仅陷入消费的游戏并不能带来幸福感。关键在于摆脱物欲，并善加利用节省下来的余裕。一旦减少消费的冲动，我们就不会再被广告策略所迷惑。
这至少是朝着幸福的第一步。现在，让我们来介绍一些最常见且广泛使用的营销策略。这些策略可能会让你感到震惊，因为它们都是为了促使我们购买而设计的。第一种，积分卡在特定商店消费达到一定金额时会获得积分，可用来抵扣现金。消费者为了获取积分，可能会额外购买物品或购买不必要的商品。第二种，信用卡优惠，商店发行的信用卡，申请后可享受购物折扣。虽然这是常见的宣传词，但实际上这是发甲方的盈利机制。持卡人的购物金额可能会增加1倍。商店也可以获取您的购买行为和消费习惯等数据。第三种，限量抢购，商家在商品即将售罄前使用诱导性语言，促使消费者立即购买，例如限时特价、限量抢购等。消费者往往会因此做出错误的决定。第四种，折扣标签策略，即使同一商品价格相同，如果标有折扣字样，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打折商品。这种现象已经被证明存在。以上是这些营销策略的主要内容：设定较高的原价，然后降低为促销价格，可以让消费者相信他们在购买时获得了优惠。他们可能会误以为是划算的购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第五种营销策略，即定价策略。采用这种策略的餐厅会准备1-2个高价菜品，以便其他菜品看起来更为实惠。举例来说，大型超市会给高价的大型电视设定高价，然后在附近摆放类似产品。这种策略非常常见。第六种营销策略是通过特价商品吸引顾客。商家会通过广告传单或在线应用宣传特价商品，吸引顾客光顾店铺购物。虽然特价商品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但因为顾客通常会在购买特价商品的同时购买其他物品，所以损失通常可以得到弥补。第七种营销策略是派发免费样品。超市会向顾客派发免费样品，让他们尝试新产品的口味。这既给了顾客尝试的机会，也增加了对推广商品的关注度，对超市和顾客都是双赢的情况。然而，超市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因为人们在品尝食物时的决策大部分是本能性的。有调查显示，尝试了样品后，购买原本没有打算购买的商品的顾客达到了40%，这表明了这种营销策略的有效性。第八种营销策略是对商品陈列和店铺位置进行合理安排。超市通常会将常购商品如蔬菜、奶制品、肉类、鱼类、面包和熟食等放置在货架两端，这是一种常见的规定安排。顾客需要逛完整个店铺，这样才能看到更多的商品。购物中心的策略非常巧妙，他们有意设计让顾客迷失方向感，不断在店内转圈，最终目的是促使顾客购买更多商品。奥特莱斯购物中心位于大城市郊区，也有其原因，并不只是店内布局的问题。因为出门购物对顾客来说就像是小型旅行，所以顾客在店内逗留时间更长，也会更多的消费。每家商店都设计了一些巧妙的结构来引导顾客采取特定的行为。以上是这些例子的一部分。我们经常会无意中受到商家策略的影响，导致不必要的购物。除了了解销售方的巧妙手法外，还需要了解自己的弱点。你是否在特定情况下会购买不需要的东西？是否有特定原因会让你及时购买？你是否容易受到折扣或促销的吸引？对限量商品是否感兴趣？是否容易受到特惠商品或活动奖励的影响？又或者在压力之下，是否容易陷入购物模式而不加思考？了解这些倾向对我们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陷阱，避免不必要的消费，最终战胜购物诱惑。反过来说，就像之前所介绍的那样，销售方通过多种策略试图促使我们购买物品。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会受到销售方策略的影响，不断购买不需要的东西，增加了无谓的物品，同时减少了自己的负担。这一开始可能会有些困难。当我们逐渐适应极简生活时，当看到不需要的东西时，
我们会意识到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必要的。这种解放感会让我们开始追求真正对自己重要的东西，并获得追求自由的机会。接下来，我想要解释保持极简生活习惯的3个要点。就像自然会让没有任何东西的地面被草木覆盖一样，人类也有一种习惯，即在家里留有空间就会填满东西。即使你费心整理房间，不久后也会发现房间又被杂物填满了。这种情况是不希望看到的。我们不仅要减少物品，还要努力保持减少后的状态。这与成功减重后避免反弹是类似的。即使你认为自己意志力薄弱，也不用担心不能持续保持极简生活的节奏。在本书中，你可以学到保持极简生活的习惯。这些习惯包括以下4点：一、每日保持清洁习惯，确立每日清洁和每周1次大扫除的习惯，可以让你从杂乱的束缚中解脱出来。2、利用闲暇时间带来变化，合理利用空闲时间，给自己带来一些变化。3、节庆日和生日等送礼物的日子可能会带来诱惑，要开始警惕这些情况。4、重新审视已拥有的物品，从不同角度审视已有物品。我将重点解释这4个习惯中的前3个。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习惯的具体内容吧。首先是保持极简生活习惯中的第1点，每日保持清洁习惯。建立每天1次的清洁习惯非常重要，因为成功减少不需要的物品之后，保持清洁和整理是至关重要的。将清洁和整理纳入日常例行事项中是关键。每天进行清洁和整理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因此你应该会觉得清洁并不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接下来，我将介绍本书提到的其他内容。让我们分享一些保持清洁和整理的技巧。首先要注意保持床铺的整洁。床铺是家庭的中心，如果床铺乱糟糟的话，周围也会很快变得一团糟。因此，每天早上起床后立即整理床铺非常重要。其次，第2个要点就是用餐后立即洗碗。在进入放松模式之前，尽快洗碗非常重要，即使只是简单的清洗一下，或者如果你打算使用洗碗机的话，也要确保及时将餐具放进去。接下来，第3个要点，清洁和整理的技巧，即充分利用垃圾清理日。垃圾清理日是处理不需要的物品或进行回收的好机会。养成处理不需要物品的习惯后，你可能会期待着垃圾清理日的到来。第4个技巧是保持衣橱空间整洁。衣服、鞋子和小物品无处安放，常常导致家里一片混乱。这主要是因为衣橱已经堆满了。要确保衣橱的地面、衣架和架子上始终保持空间，这样可以随时方便取放物品。最后一个清洁和整理的技巧是尽快处理需要1到2分钟完成的小任务，比如洗杯子、放回遥控器原位、把洗好的衣服放进篮子等等。拖延和放置小事不做会导致房间杂乱不堪。为了克服拖延习惯，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规则，任何可以在2分钟内完成的任务，都立即着手完成。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5个清洁和整理技巧，即处理报纸和杂志的方法。当你看到想要保留的文章、图片或优惠券时，立即剪下保存，并迅速处理回收。接着是第6个清洁和整理技巧，即使用完物品后要立即归位。大家需要确保家中物品有固定的位置，每晚睡前检查一遍家里，如发现任何物品不在原位，立即归放。养成这样的日常习惯，每天早晨起床时都能见到整洁的房间。首先要自己树立榜样，并教育孩子每天结束时要整理好玩具。现在我们已介绍了6个清洁和整理技巧。开始时可能感到不习惯，但随着习惯的养成，清洁整理将不再繁琐，反而你会逐渐觉得这些习惯是必要的，才能让自己感到满足。请务必尝试并验证这些技巧的有效性。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保持极简生活的第2要点，即如何摆脱对喜欢的店铺的依赖。我们继续探讨如何维持极简生活。
作者通过与致力于美国各地极简生活的人们交流中，发现了一些事情。他指出，许多人都制定并执行符合自己的规则，并且这种行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如今，通过社交网络等平台，我们可以轻松地与全球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目标的人们联系，并且发现许多朋友也在积极努力。这些人故意设定不购买物品的规则，通过一段时间内不购物来重新调整自己的购物模式。通过这样的做法，他们改变了以往的浪费习惯，培养了更健康、更负责任的购物方式。据说，通过实践这些个人规则，他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作者认识的几个例子。有一位女性之前在服装上花费大量金钱，后来试着在1年内完全不购买新衣服后，深刻体会到了对自己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物。她发现自己在发薪日之前也能保留一些钱，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和资金用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结果是，她的生活从每月在服装上花费$2000，变为和朋友共度时光或专注于自己的爱好，生活焕然一新。另外一个夫妇进行了一个实验，只以家中现有的食品为生存基础，看能够维持多久。结果令人惊讶，他们居然积攒了长达7周，也就是近2个月的食品储备。这次经历改变了他们的购物方式，因此，仅仅在头脑中认为不应该购买不必要物品是不够的。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制定自己的规则并付诸实践，看看会有怎样的效果。停止短期内的浪费习惯可以带来预期的成果，而在长期内则可以为更大的成功打下基础。请务必记住，停止购物将为您带来更多的自由。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保持极简生活习惯的第3点，即如何通过利用闲暇时间来实现变革。最后，让我们解释一下如何改变闲暇时间的利用方式。虽然有许多种方式可以度过空闲时间，但在这里我们将重点讨论每天都花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视和手机作为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在引导观众观看广告以及赞美名人奢华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会像催眠术一样影响观众，使他们按照电视和网络节目的意愿行动。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不健康消费文化一样，电视和网络也在推动着这种文化的普及。然而，我并不完全反对观看电视和网络，因为其中也有一些真正有益的节目，而获得娱乐本身并没有错。因此，我建议减少看电视和手机的时间，而不是要求完全停止。在这方面，你也可以制定自己的时间管理规则，通过自己制定的规则来进行。先试着连续几天，首要任务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引发变化。减少电视时间与减少购物一样，一开始可能会感到有些困难，我也有类似的经验，因此相信你也能做到。有意识的不看电视和网络，会让你不再受那些过度宣传或威胁说你绝对不能错过的节目的影响。随着观看过度广告、名人或富人享受奢华生活的节目和剧集的机会减少，你的物欲也会减少。去除卧室中的电视可能会让你对阅读产生浓厚兴趣，并且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相比于不断接收他人信息的电视观看，更多的沉浸在自己的生活中会带来更多乐趣。因此，减少电视和网络观看时间可能是改变生活的最可靠途径之一。如果你对此感兴趣，但不知道如何开始，也不确定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不要担心。这本书能为你提供正确的指导。当你了解了极简生活的核心时，你一定会感到惊喜。通过减少物品拥有量，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简单、清爽，同时也更加丰富和满足。愿你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心灵自由和幸福满足。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